无语，我们下面就进入线上互动环节。这边是线上同学们的提问，就是请老师解答一下。首先第一个问题，我看到有那个朋友问那个，就是说我的科幻启蒙读物有哪些啊？我的科幻启蒙读物呢，其实像我刚刚说的，我是什么样一个阅读的环境呢？是我们可能大家我不知道现在有很多我们的学生朋友能不能理解啊？就是当时在我们的湖南的老家那种工矿城市，就是一个小城市，它就是一个企业，比如说一个钢铁厂或者是一个矿场。然后所有的东西都在里面，就是说学校啊，包括这个学校啊、电影院啊，包括篮球场啊，这些东西都有。就是一个城市，就是一家企业，一家企业就是一家小社会。然后呢，父母都是双职工，其实是没有太多时间管我的，然后就把我扔在家里面，或者是把我放在书店里。所以说那个时候呢，其实看了大量的书，就是我在书店里面可能一待就是一整天，尤其寒暑假的时候，一待就是一整天。然后看了很多书，最早呢，其实看科幻，我印象比较深的有这个卢勒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科幻方面啊，《海底两万里》，还有像叶永烈的《珊瑚岛上的死光》，这是我现在仍然有印象的科幻小说。但是当时我看的时候呢，我没把它当做科幻小说来看，我把它当做一个真实的故事来看。包括我还看了很多像那个沈石溪老师的那个动物小说，我都认为它是真的。但是实际上后面长大以后，我知道这个原来是虚构的、想象的。真正有意识的，就是去看科幻小说，去认识科幻小说，其实是在2002年、2003年那个时候看了，在科幻世界杂志上看了2部作品，一部作品是那个刘慈欣的《吞食者》，还有一部作品呢是潘海天的《厄塔》。其实我觉得很幸运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刚刚我提到了软科幻和硬科幻，在我这里从来都是没有障碍的。为什么？因为我最开始看的这两篇启蒙作品。吞噬者，我觉得它可以说是硬科幻的一个巅峰，然后这个厄塔是软科幻的一个巅峰，吞噬者里面它有非常多硬核的科学知识，它通过引爆月球上的核弹，用月球作为一个武器去攻击外星入侵的吞噬者的飞船，其实这些设定其实都运用到《流浪地球》的一些电影里头去了。然后厄塔呢，它是一个非常哲学思辨色彩的和宗教思辨色彩的一篇小说，其实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对于刘慈欣的《三体》、郝景芳的《北京折叠》这样的科幻作品，在我的作品中人物是有哪些共性的特点？在作品中，我的现在英雄观是怎样的？确实就是我们的刘慈欣的《三体》和郝景芳的《北京折叠》，它其实都是获得过雨果奖的作品，都是非常优秀的作品嘛。但是他们并不能够一概而论啊，因为刘慈欣的《三体》他获奖的是第一部《三体》，并且它是长篇科幻小说。然后《北京折叠》呢，它是一个短中篇科幻小说，而且它描述的是一个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吧，是硬科幻和软科幻。但是呢，我觉得在里面人物其实是有一些共通性的，就是说在《三体》里面，它描述了人，包括我们的文明在极端环境中的一些状态和思考。北京折叠它其实描述的是在未来世界中一个极端阶级分化、贫富差距极端拉大的一个社会中，它是的众生态。所以说，其实科幻小说我觉得它有个很大的共性，它优秀的科幻小说它一定是描述文明和人性在极端环境下的一些，这也是我们很多，这是我觉得也是科幻作品的一个优势，在灾变中，在未来的一些极端的发展中，会呈现出怎样一个状态，进行一些解读啊。而我自己的作品呢，我确实也会在一些，我是一个科学的乐观主义者，我虽然对这个。在小说中也会描述一些技术产生的灾难、技术产生的消极后果，但是我总体而言，我认为科学是可以解决我们的现在的所面临的大多数问题。然后我的英雄观是怎么样？就像我刚刚所说的，我认为我的英雄观，我认为我们的文化可能某种意义上我们的文化，我们从来其实我们的文化，我们是所谓的人民史观。但是我们人民史观从来跟英雄史观其实是不矛盾的。我们人民史观它并不排斥英雄，我们一
一样有我们的历史中有非常多的英雄，而且英雄我认为并不一定就是说力挽狂澜的人物，就是有一些历史上的小人物，我觉得他也可以称为英雄，包括我们的很多平民英雄。我很喜欢读的一篇作品中，叫《明朝那些事儿》，它是一个历史的通俗读物，它里面其实提到了我们在明朝覆灭的过程中，有一些小人物，他是怎么挣扎的，包括像他最后结尾写的一个人，叫做他是以哪个人物为结尾，为那本书的结尾的，是以徐霞客为结尾的。徐霞客在历史上，其实我们现在看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科学家、地理学家，但是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他是一个为主流所不容的士大夫阶层，他不考官，他不去做官，他去寄情于山水。我记得当时有一段描述是什么，叫做初四日勿作听雪溜金日。他是在大年初四的时候，山下熙熙攘攘，就是大家我们的凡夫俗子都在为了我们的身份，为了我们的利益在竞相追逐，忘却自己的时候，他独守在黄山，听了一天大雪融化的声音。我觉得这就是一种人生态度，一种境界。我们所谓的成功，我们所谓的英雄是什么样的？是你能赚多少钱，能够获得多大权利吗？其实都不是。我觉得更大的我们自己的英雄是什么？我们能够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坚定不移的去走下去，去过自己想要的人生。我觉得每个人其实都是我们自己的英雄，所以我觉得我们所谓的人民史观其实并不妨碍英雄的诞生。英雄也不一定是要力挽狂澜的英雄，平民英雄也是英雄啊。然后第三个问题，学习历史科幻小说有什么推荐读物吗？刚刚其实已经说了，像我觉得我们现在其实我们的历史读物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现象是什么？就是我们有很多专业的历史学者，他们现在开始写一些通俗的历史读物，我觉得非常好，就是把这个因为严肃的历史学术著作，我也看过一些。我最开始也是从通俗的历史读物开始的，但是当你看到一定数量的时候，阅读到一定数量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会去引入一些学术的范畴，去研究一些这种论文啊，包括专著来做一个对比。但是呢，现在一个好的现象就是有很多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者试图去通过通俗的方式去进行一些写作，向公众去普及一些我们历史的知识。比如说我最近看的一个我觉得认为比较好的讲述微观历史的一个书，叫做《太后熄灯》，谭木生老师的一个作品。他描述的就是说这个就是这个八国联军侵华的时候，这个慈禧写光绪帝出逃的这一段时间的历史。另外就是刚刚我提到的明朝那些事儿，包括我之前看过的一本这个通俗历史读物叫《徽三都》。徽三都它讲述的是蒙古灭亡金朝这个过程中三个城池的一个非常惨烈的攻防战这一段时间的历史。这是我推荐的历史读物。但是科幻读物呢，我觉得有更多吧。我个人非常喜欢的科幻作家大刘肯定不用说了，然后还有特德·江的所有短篇科幻小说，像《巴比伦塔》，像商人与炼金术士之门，像呼吸，都是我非常喜欢的作品。还有一个日本科幻作家叫石黑达章，他有一个短篇科幻集叫做《冬之草》，也是我非常推崇的作品。第四个问题是，科幻作家需要有一些特质，是满满的好奇心，还是洞察力，还是美妙的文笔，还有什么？有什么是可以锻炼想象力的方法？其实我觉得，科幻作家所需要的特质呢，其实，首先第一个，我觉得一定是要有好奇心的。我们如果对一个事物没有好奇心的话，那你科幻小说，你哪怕写出来科幻小说，它写出来的东西也是无趣的。我们只有对未知的世界，我刚刚跟大家讲的也是，我觉得科幻最本源的魅力就是对于我们未知的好奇和探索。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好奇心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科幻作家最基本的素质。至于其他的，就是敏锐的洞察力、美妙的文笔，我觉得这些都可以有，而且这些是可以通过阅读，通过思考慢慢锻炼出来的。然后想象力，我认为不需要锻炼的。想象力是我们人类与生俱来的天赋。我们要做的就是说怎么去保持它。
因为我们小的时候我们都有想象力，只是说可能我们因为我们的生活，因为我们的学业，慢慢的这些想象力在现实的压力上被磨灭了。但实际上，我觉得一个最好的办法是保持想象力的办法是什么？就是阅读。阅读其实是可以帮我们排除现实的这些纷扰，保持一颗纯粹的，我觉得一颗纯粹的本心吧。我觉得喜欢阅读的人本质上都是单纯和天真的人，都是纯粹的人。所以我觉得保持想象力的最好办法就是阅读。请问是否专注于科幻小说创作？每天投入科幻创作的时间是有多少？刚刚其实我提到了，我目前来说呢，其实我看的东西是比较杂的。我看的东西什么都看，科幻小说，悬疑，奇幻、推理、武侠，包括历史的，包括一些相应的一些专著，我都会去看。科幻在中间现在所占的比例并不会太高，可能20%左右。所以说我觉得阅读的话，就是说大家会要有一个相对广义的阅读面吧。我觉得对于科幻作家最大的一个要求也是你的知识面要稍微广一点，并不一定在某个方面一定要这么精深，但是你多多少少各方面的都要知道一些。然后呢，在写作上的时间是有多少？我确实我个人来说，我的创作时间并不多，可能每天的话1个小时左右，1个小时到2个小时左右吧。我只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去进行一些科幻的创作。未来时间会不会更多一点？我觉得未必，但是我觉得这个节奏我可以保持很久。我可能5年后、10年后，我还是用这个节奏在创作。然后就很多读者就会好奇一个问题，就是获得雨果奖之后，日常生活有什么变化呢？这个确实，可能跟大家想的不同。我目前来说，我觉得没什么太大变化，因为我觉得这个生活变与不变，其实一方面呢是我们自己控制不了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又是我们非常能控制的。它变不变，其实取决于我们自己。对于我来说，为什么？当时刚开始去年10月份的时候，那段时间冲击是非常大的，就是媒体的，包括各种网络上的声音，正面的也好，负面的也好，一下子涌过来。当时我的工作和生活的节奏是完全被打乱，尤其是工作没办法正常开展。我本身工作特别忙，那会儿的工作是没办法正常开展，然后所有的工作交给了同事，花了整整1个星期的时间，确实也要非常感谢我们单位给了我这么包容我就是给了我1个星期的时间，专门去处理这些媒体采访媒体对接的事情，把这些事情处理好。然后逐渐到后面，包括中间有无数人问我，包括有很多外界的声音问我，你是不是准备辞职啊？是不是准备未来去做全职的作家啊什么的？这些确实对于我会有一种干扰，对于我的身边的同事，对于我的工作也会有一些困扰，因为我本身可能有一个正常的职业通道，对吧？但是可能因为这件事情之后，可能我们领导你会在想这个人会不会长久在我们这工作，对吧？可能指不定哪一天就走了，所以确实会有一些干扰。但是慢慢的呢，当我一次的强调说我还是想保持我自己的这份节奏，我想做好我自己的工作，我想过我自己正常的生活，然后用业余的时间去继续从事这个科幻创作。当我持续了1年还是这样做的时候，你踏踏实实的去这样做的话，其实你的行动是比你所说的话更有说服力的。所以说这也就是我所说的，为什么我们的生活我能控制我自己的生活，就是通过我自己的行动去控制我的生活。有些外界的东西我控制不了，但是我自己的行动我是可以控制的。所以我现在慢慢的，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节奏吧。我觉得也不会因为获奖我就是说对我自己造成，当然我肯定会要求对我自己作品会有更多的要求，会有更多的思考。但是呢，并不会因为这个就是说想急不可耐的现在就赶快多写一点，趁着这个热度这个流量多赚点钱。我觉得我暂时没有这个想法，反正就是按照这个现在目前的这个状态，我觉得还挺好的。我一边认真的做好自己的工作，在业余时间写一写我自己的科幻小说，然后一直持续下去，我觉得这个状态是挺好的。谢谢。这个大家的问题马上就问了。这是我们的线上互动到此结束。本期内容我们线上直播累计观看超10万人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海翔老师要不要与线上朋友道别？
你的线上活动应该结束了。哦，好各位线上朋友们，那今天咱们的交流就到此结束。好，谢谢大家。好，现在我们开始线下互动。话还没有说完，因为好多同学举手了。海洋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您讲到您这个工作本身很忙，还能12点开始写作，因为现在很多人都觉得自己挺低能量的，可能没有这么大的劲头，还做这么充实的去安排自己的日程。您是怎么去保持这种高能和稳定的创作的？怎么去平衡工作和这个呢？除了爱好，是有一些什么锻炼啊，或者什么方法吗？谢谢。其实也没有啊，我跟大家都一样，我也会偷懒，我也会累啊。但是我觉得，就像我刚刚所说的，我觉得阅读是可以让人纯粹的。这是一个在这个时代呢，我觉得阅读是一个怎么说呢？它可以很廉价。我们看书其实花不了多少钱，相比我们其他的爱好来说，我们说一些物质上的爱好来说，其实看书真的花不了多少钱。一年像我的话，我每年可能那个每年双11、双12买2册书，每次买书可能1-2千块钱，已经可以买很多书了，可以买30-40本书，1-2千块钱可以买30-40本书，可能我一年都看不完。确实不用花多少钱，它其实很廉价的，但是呢，它也很奢侈，因为它需要我们有整段的时间。我的方法其实我觉得，我的方法就是减少内耗，就是我不去做一些很琐碎的事情。我工作的时候，我就去做我的工作，我不会想的太多，我就踏踏实实把我的工作做好就行了。然后在工作之外呢，我就安心的去看我感兴趣的书，写我感兴趣的东西，我不会有太多的爱好。我平时也是非常宅的一个人，就是在我不会说今天想去哪里旅游啊，明天又想去哪里品尝一个美食。当然，这个我觉得这个大家对于自己个人生活的这类追求，我觉得没有问题。只是说，我觉得我们的爱好，包括我们的时间，其实一方面要做加法，另外一方面也要做减法。就是有一些东西，我们如果你不是那么能够为你持续的产生价值，你持续的能够坚持它的东西，我觉得是可以去做一些取舍的。谢谢。你好，海洋老师你好，我近水楼台先得月。从主持人这儿拿到了话筒，非常感谢海洋老师精彩的分享。我想问一下海洋老师，就是您对这种 AI 的写作有没有什么想法？就是说，现在的 AI 的这种写作已经非常流行了。您在您的这个写作创作当中，是否用过 AI 进行这种材料的搜集，以及这种包括想象力的这种辅助？您对这种文学的未来人机共创这种理论有什么想法看法？谢谢。您问的这个问题确实是我们也引起过好多讨论的问题啊，包括我们其实整体的论调其实都是大家都是比较悲观的。当然，我本身我是一个对科学我是一个很乐观的人，我认为科学是可以解决我们大多数问题。但是呢，科学本身它是中性的。它是好是坏，我觉得是看我们怎么去使用它。但是呢，无论它是好的还是坏的，我认为科学它是历史发展的潮流，你是没办法去拒绝它的。就像你刚刚说的 AI 创作这个东西，我觉得目前已经有这个技术，而且已经有这个苗头，虽然它还不成熟，但是它可能是我们没法去阻挡的。虽然作为我个人来讲，我是很反对这件事情，因为我认为我的创作是独属于我自己的，是属于我的原创的东西。我不希望它这个东西是通过一个大数据的方式，通过一个程序的方式套路出来的东西。而且现在一个最，包括其实我们的行业啊，我们的出版，我们的图书，其实很大程度上，慢慢的已经被我们的技术所颠覆了。以前我记得我们的一个传统路径是什么？传统路径，我们一个作者成长的路径是什么？我们先从杂志上发表我们的短篇小说，当我们短篇积累到一定读者，积累到一定水平之后，在成长到一定水平之后，我们再开始尝试写长篇科幻小说，这样一步一步走。当然，现在我们杂志现在因为各种碎片化阅读，因为各种包括短视频、短剧的兴起，
杂志现在已经杂志的时代已经彻底过去了，包括我们其实现在我们读纸质书、读图书的人都越来越少。其实把作者，我觉得这个最大的影响是把我们作者成长的这个路径给斩断。就是我们可以我们现在人我始终认为啊，像我们有一个论调，就是我们一直在期待下一个刘慈欣、下一部三体出现。我觉得这个论调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非常不合理的说法。因为一部好的作品，因为文学它本身有它的规律呢，它有它的客观的事实，它不是一个可以批量生产的流水线商品。一个好的作品，那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还没有出现第二个《红楼梦》呢？对不对？因为我仍然认为文学上的这些优秀的作品，这些可以经得住历史和时间考验的作品，是 AI 取代不了的。但是不可否认的话，我们有很多快餐的文化，我们很多底端的一些，包括我们的一些新闻，我们现在看的一些网站上面的一些新闻，明显的看出来其实就是 AI 编出来的，它不是人写出来的。当这个基础慢慢被挖通之后，其实我觉得一部好的作品是在大量做好的作品、大量练笔的基础上才产生的。当这个基础被 AI 到我们的科学掏空了以后，我们下一部经典什么时候会诞生？还会不会诞生？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我们担忧的一个问题。但是确实可能我们对这个并没有太多好的办法。对于我个人来讲，我能做的就是我仍然坚持我作为一个人类，我作为一个原创者的骄傲。包括像您刚刚说的查资料，当然现在 AI 是可以帮助我们查资料，但是我刚刚所说的，我写作中我不只是需要这个资料的结论，我需要他查的这个过程，我需要我从查的这个过程中，我收获到很多线索，收获到很多其他的东西。这个才是我创作的一个动力，一个独一无二的东西。谢谢。谢谢。海洋老师你好。你好。你很年轻啊，我特别想你将来的创作能围绕 AI， 刚才有提到 AI 啊，就是更重大的问题，就人工智能到底会不会统治人类？您这个有没有这个创作计划，描绘一下这种未来的可能性，以及人类能不能接受对人工智能统治？谢谢。这个其实您刚刚提到这个问题啊，其实很多科幻小说，就像我刚刚说的，这很多科幻小说已经描写过了。这个并不是一个多么特别新鲜的题材的。我当然也会，我在我的小说中其实有一些设计的，包括像刚刚说的左右外的春天。左右外的春天其实描述的就是一个 AI 泛滥，一个人工智能，人们开发出了一个人工智能程序，一个大米机器人，用来替我们盖房子，用来替我们就是说进行城市更新。就说的通俗点，就是我们用智能机器人来为我们拆迁。就是说，本来我们现在深圳房子大部分是预售房嘛，是期房，通过这种技术呢，可以直接把期房变成现房，大大缩短这个生产周期。然后呢，最后这个技术发展泛滥了以后呢，形成了灾难，最终取代了人类。我觉得未来，我觉得如果科学，我们是没办法去抗拒科学的发展。我始终强调，我们没办法去抗拒科学的发展。每个文明，我觉得人类可能早晚有一天，因为我们人类的天性就是好逸恶劳的。我们发明任何工具，其实发明我们的科技技术，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解放我们的劳动力。那如果 AI 确实能够解放我们的生产力劳动力，我们无论它有多大风险，我们永远都会去选择它。这个历史的齿轮一旦转动，它就是不可逆转的。可能最终在我们这儿，这个历史未必是以很激烈的方式，就像我们很多科幻作家所设想的，以很激烈的方式去形成一个冲突，比如说人类或者是和机器人或者 AI 的一个战争。我认为未必会这样，我觉得可能是潜移默化的，一点点，我们的生活就被它渗透，就被它取代。就比如说像现在的我们一个很典型的我们的信息茧房。我们现在在手机上看到的信息，其实都是经过 AI 筛选过的信息。它会根据我们的喜好，根据我们的偏好，推送相应的信息给我们看。
那长此以后就是比如说我可能这段时间我点了一个，我搜索就是有段时间因为我那个就体检有一个体检，我发现这个体检发现我的肝脏上面有一个小小的阴影，当时说的很吓人的，医生说这个你要10万去做一个检查什么的，那段时间不太确定嘛，我就百度了一下这个可能会是什么，然后那段时间我所有的东西它都会弹出来说这个可能就是肿瘤啊、癌症什么的这些东西，这个反正这个就是一个我觉得就是一个简单，当然后面没什么问题了，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包括我们看很多视频，你看一个视频，当你有偏颇的看一个类型的东西的时候，它系统会不断的推送这个东西，你慢慢的你就会以为真实的世界、真实的信息就是这样的。其实我们是陷入到了一个就是 AI 的信息茧房里面而不自知。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会发现我们现在我们不同人群的观点越来越分化，而且大家互相之间的交流好像越来越说服不了对方，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各自处在这种 AI 时代的这种信息茧房里面。那这还只是就是说我们现在这种观念上的思想上的，那慢慢的可能我们的生理上、我们的生活上，慢慢的也会发生这种变化。最早的时候，我是湖南人，最早的时候我记得湖南卫视它做过，就是当时我们的电脑，记得当时我们家庭电脑还没普及的时候，他做过一档节目，就是说把几个选手关在一个宾馆里面，那个宾馆是通网的，可以生活多久？就是说通过网络可以生活多久？我看到好像没有任何一个选手可以坚持到最后，因为当时的网购非常不方便，会有各种问题出现，就是根本你哪怕有钱，你不依赖你不出门的话，你是活不下去的。但是现在的话，如果你想的话，你可以一辈子这样不出门。就包括很多现在我们越来越窄了，原因一方面确实也是一方面我们自己主动选择的结果，第二个方面就是因为现在社会包括我们的生产力，包括我们的技术给了我们这个条件，让我们可以逐步去满足我们自己的生活。那未来是不是我们可以我们的所有我们精神上的需求，我们的快乐，我们包括我们对美食的需求，我们的口腹之欲，这些东西都可以通过技术的手段逐步的解决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离我们人类被 AI 取代其实就已经不远。谢谢。老师，作为一个作家，一年保底的阅读量是多少？就多少本书或者有一个大概的数字。然后第二个问题，蝴蝶扇风翅膀就会在大洋彼岸掀起一场风暴，是蝴蝶效应。那么历史也是一样，也是如此的。偶然巧合是否会掀起整个历史全貌的狂风暴雨？历史科幻作家怎么看这种设定？这是不是一种虚无主义？像您刚刚所说的那个阅读，我觉得并没有一定的量吧。其实我会因为我经常看书，经常读书，我也会在线上会有现场会有交流，包括我们会有一些书友会的交流。有些朋友哇，真的是看书真的是非常阅读量非常大的，然后包括他的看书的速度也非常高。但是我个人比较倾向于呢，就是说我不太喜欢那种就是说那种浅尝辄止的阅读，我会看得比较慢，但是我会看完一本书之后，我会对这本书整体的一些观点，包括它中间的一些细节，包括它的笔触，我会有一个比较深入的印象。我看书会看得比较慢，像我的话，我现在我在福建工作，但是我住的地方在宝安，中间其实有一个比较远的距离。我没有选择开车，因为开车其实对人的消耗很大。我选择坐地铁，我是可以，坐地铁我就可以在坐地铁这段时间上，我是可以看书的。然后包括晚上我可以看，就是我会在写作的间隙，我也会看一些书。基本上我的阅读量保持在一个月可能两本，平均下来可能一个月2本书到3本书的地步，不会太多。这个阅读的速度我觉得也就一般。可能我们有一些读得快的朋友，可能几个小时就能看一本书，这个对我们来说是做不到的。我会看得比较慢，当然我是跟我的时间也有关系。另外，像您刚刚所说的这种蝴蝶效应呢，我的历史观是这样的：我觉得大的历史它是有规律可言的。也许具体的历史事件，它是历史人物，它是会影响到一些具体的
事情的会有一些影响，但是大的历史结构并不会改变。所以说，在我的历史科幻小说中，我也从来没有改变大的历史，不会说什么，就是说当然我未来可能会尝试完全架空的一段历史啊，就像高我奇人那样完全架空一段历史，去写一个科幻小说有可能，但是在目前来说，我的所有科幻小说都是在历史事件中有一个故事，但是这个故事呢，它包括这些人物所做的努力，包括左交里面，其实它里面一个核心科幻点是什么？唐朝，在唐朝的时候，刚刚我说这个主人公郭兴，他为什么能够在外援断绝的环境下坚持那么多年，坚持了将近60年？他是依靠了什么？依靠了他在那里的科学技术，依靠了对石油、对煤炭的一些提纯冶炼，甚至到最后他模糊的感应到他模糊的有了元素周期率的一些意识，这个是在唐朝，但是他并不会改变这个历史的整体走向。所以说这是我的历史观。我认为坚持我刚刚所说的那2点啊，第一个对历史有个起码的尊重，你不在历史的一些，你不是违背一些公认的历史史实，一些公认的人物，给他做一些翻转，然后在细节上去追求一个严谨。我觉得你就不会花饭。其实我觉得大家很多人也问我写东西是不是有很多术语，其实没有这么多术语。其实你只要坚持一些基本的原则，不会那么容易出现像你们所说的什么历史虚构主义这种错误。老师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无论我们是从16、17世纪的这种戏剧文学啊，又或是后来的《聊斋志异》这种志怪小说，再或者是到现在的历史与科幻相结合的科幻小说，这一系列的我们所喜爱的文学类型的进步，本质上是审美观的改变。那我想问一下，你认为将历史与未来相结合的这一类科幻小说给我们带来的审美价值，就是有哪些处的体现？审美价值啊，其实像我刚刚在跟大家交流的时候，其实讲过，就是说，我认为历史呢，它本身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就是我们现在今天所在的这一些，其实我们跟大家共同在今晚，其实也是历史的一部分，对吧？我们真实的历史其实是很琐碎、很琐碎的，几十年下来可能都没有什么太大改变，我们人会度过我们平凡的一生。但是我们所看到的历史书，包括我们的东西是什么？它是高度浓缩的。历史其实比任何故事都要精彩，它会有非常多的非常曲折的情节，非常个性鲜明的人物。我看了那么多历史，其实我觉得像我刚刚推荐的那本《太后西奔》嘛，我觉得中间有一个特别好的观点是什么呢？就是对于我们怎么看待人物历史人物，我们总是犯一个想当然的潜意识的把历史人物呢，要么把历史人物当做一个完全理性的、完全符号化的政治机器，就是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基于政治、基于利益所做的。要么呢就是把历史人物呢看作一个完全失去理性、完全蒙昧的一个人物。其实都不是啊，真实的人物是很复杂的。就比如说像这本书的主人公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她毫无疑问，她是一个，我们可以说她不是一个推动历史发展的进步，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她绝对是一个老大的政治家。她有她非常在她政治，她有非常强势的政治手腕，非常高明的政治手腕，这些都是不能否认的。但是同样，我们也应该知道，她是一个老妇人，她是一个早守寡的老妇人，她是一个青年丧夫、中年丧子的，可以说是一个很可怜的老妇人。她其实跟我们想象中的不同啊，她跟光绪皇帝她并不是一开始就是你死我活的这种政治上的斗争。他其实对光绪皇帝是倾注了很多个人的感情在里面，甚至是把他视如己出。所以最终他们为什么走到最近的历史，其实我们有论文其实已经证明了光绪皇帝就是被毒死的。当然这个人下手的人是不是慈禧，我觉得这个显而易见，对不对？就是现在已经有定论，通过光绪皇帝的那个尸体上头发的一些检测到，就是说光绪皇帝他确实是被毒死的，就是
就是所谓的砒霜中毒毒死的。他们最终是怎么走到这最后一步的？其实是基于政治和个人感情最终的一个结果。所以说，历史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历史它本身，它无论是它的事也好，还是人也好，都是非常复杂和曲折的。所以说，把历史引入科幻，它是自带故事性的。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自己作家，我们毕竟我们可能，为什么我们所说的鸿篇巨制？所谓鸿篇巨制是它的概念是什么？反映了一个时代。我们一个作者，特别是我们写科幻的作者，普遍很年轻，我们的精力其实是不够的，我们所经历的人生太短暂。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在哪里去积累这些素材，积累这些故事，很难通过我们真实的生活去感应。那我觉得历史是一个最好的宝库。所以说我认为把历史和科幻结合起来，确实是可以创造出一个独特的神话。谢谢。好，最后一个问题。谢谢。我想请问一下老师，就是现在的话，我们处在一个相对发达的一个时代，就是你说的话，信息茧房，我们就是我发现的话，搜索或者求证一些事情的话，它会很多东西的话真假难辨。我想请问一下老师，你是通过哪些 APP 或者是那个途径的话去了解的话这个世界去找到一个新闻的一个真实性呢？我觉得这个首先第一个，我觉得首先我们自己要有一个，我们不能，首先我们不能被自己的情绪所裹挟啊，因为现在这个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被，包括现在的网络时代，很多时候就是大家宣泄的并不是观点，而是情绪。观点对不对并不重要，但是我一定要把我的情绪给发顺了，给发泄出来了才行。我觉得我们你首先你要有自己的独立观点，那你就先要有这一步，你先要控制，就是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你的情绪必须稳定，不被这些所谓的互联网的情绪牵着走。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呢，你的知识，你的质疑精神，就是你去区分这些东西的，区分这些东西真假，就是你的武器嘛。就是说你现在互联网有很多东西你是真假难辨的，但是当它触及到你知识如果你触及到知识盲区的时候，你确实真假难辨。但是当你的知识不够广泛，那它触及不到你知识盲区的时候，或者正好在你专业范畴之内，那这个东西它是真是假，其实就很容易变化嘛。其实我有一个非常怎么说呢，非常切身的体会，因为我在银行工作，然后我对而且我从事的业务跟房地产政策是高度相关的。那不断的会有客户问我各种奇奇怪怪的信息，今日头条上的信息或者什么信息，说今天的房价会怎么样，明天的房价会怎么样，今天又说了一个什么政策，明天是个什么政策，这些我都是可以一眼判断是真是假。但是客户我很理解他们为什么会受这些东西鼓动，因为看起来很假的东西。因为这个东西这是我的专业领域，因为我懂，所以我觉得要区分这些东西，那你就为什么所谓就是说，当我们明智开了以后，我们的智慧被开启了以后，这些虚假东西就不能侵犯我们。谢谢。好，我想问一下，就是你有没有更好的那个 APP 的话推荐一下吗 ？APP 呀，我觉得其实我对于 APP 来说，其实我都会用。微博啊、知乎啊，包括像各种新闻的网站，我会用，但是我只是把它当做一个兴趣获取来源的东西，我并不会说通过它去决定我自己的观点，我自己的观点是我自己的，我不会通过他们去影响我的观点，我更多的是通过他们去获取信息。谢谢。今天我们的活动到此结束，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海洋老师，同时也感谢现场读者朋友们的积极参与。下周6晚，南昭旭老师将为我们分享在地关怀，方圆50公里的探索、发现与行动，精彩不容错过，我们不见不散。最后，感谢深圳市宣传文化基金对我们活动的支持，辛苦大家帮我们填
活动的不断提升。谢谢大家。今天因为人到的比较多，我们可以合一个影，看一下大家愿不愿意。哎，我们的摄影师，尤其摄影师，摄影可以作为嘉宾席。各位同志往中间靠拢，边上柱子两边看不到，要往中间靠拢。对，我们今天往中间靠拢一点，往这边坐。